是森用，全套我们私人定制的房车终于装好了，来带大家参观一下，请进。我们在正规车厂私人定制了一台适合我们需求和风格的房车，能合规出行、正常年检，和小轿车一样，节假日上高速都是免费的。当然，很多人也会问我们，自己把车改成房车行不行？肯定不行啦，不合规也不能上路，年检没法过，出事保险也不理赔。我们这台车差不多花了40万。视频结尾会聊钱花哪儿了，以及车的驾驶体验。视频比较长，记得先关注加收藏。新车撕膜仪式。哎呀！下面这个呢是迎宾踏步，拉开车门它就会自动弹出。外面这个是防蚊虫的纱帘，邀请大家进来参观一下。这里呢是我们的会客区，也是我们的工作区，有2个可以放水杯的地方，这样在行车过程中呢就不会晃出去了，还蛮实用的。还有一个是我们2个特意要求这样做的，就是一个延长的小桌板，它下面有一个卡槽，把它拉下去，然后一回来，它就可以卡在这里固定住了。这2个座椅呢，我们设计都是可以转过来的。这个座椅呢有2个开关，一个是这样子前后的，一个呢是这样子旋转的。叮咚，主驾驶呢也可以转过来。好，这个会客区呢，对我们俩来说就绰绰有余。即便4个人在这里吃饭，也会比较宽敞一些。而且呢，如果有人留宿，这个沙发还可以变成一张床，一张呢我1.7米也可以睡下的床。给大家演示一下，收回小桌板，有一个按扣就可以把它拿下来了。接下来变。这样睡就刚刚好，打开呢就可以把窗户推出去，往下呢是小纱网，往上呢是隐私帘儿。当然用隐私帘之前一定要记得把窗户关回来。这2个柜子里面放的是房车生活区的控制面板，这边是一个4路监控、保险丝盒，还有市电12伏逆变洗衣机空调的开关。这个洗衣机的位置我们目前留了，但是考虑再三，我们决定选个便携式的，这样空间更大一些，能放5个普通尺寸的行李箱。这俩柜子我们没安房车专用的锁，只安了磁吸装置，是有一定磁力的。平时开车这里就放些数据线、纸巾等轻的东西。这2个表显示的是净水箱和灰水箱的情况，排水也特别方便，只要把这个灰排一打开，外面就自动排水了。当然，外面还有一个手动的开关，也可以调整。水箱考虑到通过性，我们装的是100升清水箱以及70升灰水箱。再大的话，像乡村烂路我们就没法走了。提车后我们马上开车去海边赶海，又走了小路进森林。目前这个水箱高度，走烂路还是没问题的。露营的话，我们2天才用了不到1半的水，对我们来说刚刚好。这个呢是逆变器的开关，比如我们要用空调、微波炉、电磁炉，就要打开它。这里是库仑计，它主要显示电池的一个情况。我们的电池是400安时的磷酸铁锂电池。磷酸铁锂电池优点是装在房车上安全耐用，但这种电池特别重，所以不适合在我们车上安太多。车顶我们安了240瓦的太阳能，这个电我们觉得还是挺合适的，因为大连现在温度比较适宜，所以说我们没有开空调，用了1天大概用了5%的电。但是今天早上呢，太阳能把那5%又充好了，所以说我们几乎没有用电。只要不是夏天去重庆，冬天去东北，跑一些气温适宜的地方，基本上电是不用太担心的。高强度使用的话，4至5天需要充次电，毕竟现在哪都有服务站，或者也可以在附近商家借水电，还是很方便的。当然，如果你非想弄个1000安时电池加1000瓦太阳能也可以，但这种轻度越野的乡路就别想开上去了。电量和车的自重以及自己的需求之间一定要平衡。这个墙壁里呢做了指震板和隔音棉，外面呢又装了一层木板。之前有热心网友说贴这种东西甲醛会超标，于是我们租了一个日本专业的甲醛测试仪，标准值是0.1，测试结果是0.05，符合环保标准，但平时肯定还是要注意通风的。这个窗户呢也是保暖隔热的窗户，它中间特别的厚。目前呢外面在除草，我把这个门关一下，大家听一下室内的隔音效果。几乎是听不到外面除草声的，隔音效果就还行。但如果你去闹市区停车，这车水马龙的，想要静音那根本不可能。这里呢是风暖，我们装的是德国韦巴斯特柴油暖风系统，它有一个小锅炉，直接烧的是汽车的柴油，然后给房车供热，供热水。我们之前开到海边测试，室外17度，开了柴暖，车内温度直接飙到了33度，耗油量也很低，因为它是安装在车外油箱附近，所以缺点是车外听噪声会有点大，车内还好，听不太清楚。还有车里一定要安装一个一氧化碳报警器，以防温暖的永远睡过去。这里有冰箱的开关和水泵的开关，我们水泵安的特别大，这个水压很强。开了这个水泵，我们可以同时开厕所、厨房和户外的淋浴喷头。这里呢是一个储物灯，我们额头有一个超大的储物空间。平时呢，我们可以在这里放很多东西，比如说我们买的这种在床上用的桌板，居然都可以放得进去，是不是很直观能够感受到？包括我们的器材啊，都可以非常方便的放进去。Perfect。这个大柜子我们没加任何锁，因为放在里面的东西都很长，横过来可以挡住柜门，亲测赶海爬坡不会往外掉任何东西。这里呢就是我们的氛围灯和顶灯。之前
天有网友说，你们车里安这么多灯就不怕费电吗？我们昨天晚上就是把这些灯全开，5%都没用。这个灯呢是非常省电的，而且平时呢我们可以不开这个灯，开这个灯。我们车头、车中间、床头都安了这个灯。这里我们安了一个墨水屏的温度湿度计，它特别的省电，基本上一个电池1年都不用换。接下来介绍我们的厕所区域，先说外面的这个装饰，大家来无奖竞猜一下这幅作品的名字以及它的作者是谁。这幅画呢也很有环保寓意，时刻告诉我们保护环境，人人有责，爱我祖国，大好河山。先说我们的赛特福德马桶，最后呢我们俩还是选择了便携式的马桶，但是它的大小呢是跟家用马桶一边大的。就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大连，其实根本没有机会让我们用这个马桶。景区也好呀，还是公路上也好，有很多公共厕所的，但是聊胜于无嘛，万一堵个车呀什么的，这个应急是完全没有问题。然后它呢也是配备了降解液，我们使用过后呢，它就会变成蓝色的液体，把它倾倒到公共厕所里面，就非常的环保。到时候给大家演示一次。然后这个卫生间呢也是一体防水成型的，防水效果比较好。下面我们也铺了这个防滑垫，基本上这个马桶在防滑垫上，我们又配了一个安全带，开车过程中它就不会移动了。防水帘呢也是有的，然后这个帘子上面的这个棍儿，这个轨道，我们洗完衣服挂在这里也是 OK 的。镜子。这里呢就是我们的淋浴头了，因为我们俩觉得这个水池真的很鸡肋，所以我们就没有要那个洗手池，我们就直接用了一个淋浴头，水力也很足。下面这个地方呢有一个小 bug， 就是我发现我们俩可能用这个肥皂的几率啊很小，所以说就这里就是可能会很鸡肋。在这个下面呢，我们就安了一个新的这个可以放一些水乳啊、梳子啊、化妆品之类，就是在卫生间比较好用的。这个时候肯定就有人问，你这开车咣咣不就晃没了吗？所以说呢，一般情况下我们俩驻车的时候我会放到这里。平时我们出去不是很颠簸的话呢，我们也会选择给它绑上一个安全带，基本上就不会有什么问题了。这里呢就有一个灯，有一个这个罩，就不会漏电啊之类的。然后这上面呢有一个排风扇，这个排风扇呢是手动的，我们俩一致认为还是手动的比较好，因为它不至于说出现什么太大的故障，耐用也好修。哇，这小风可以啊！换气扇一开呢，就可以保证这个厕所里面我们洗完澡啊马上就干了，没有那么潮，而且平时开着它呢也通风。但是这个呢也有一个点，就是如果下雨的话呢，我们要自己手动记得把它收起来，因为这个不是感应的。也有一种那种电动感应的，就是它下雨了自动收回，没收回呢里面就会下小雨。对，就是你们经常看到各种房车博主动不动就怎么下雨了，怎么下雪了下雪是最夸张的，好像感觉开房车你就一定要漏一次雨一样。我俩就想后面看一下，真的会漏一次雨吗？说一下我们的厨房区域，这里呢也有一个小窗户，这是一个防蚊帘，上拉呢是一个隐私帘，有一个电磁炉。这个电磁炉呢，它其实就是一个家用电磁炉，主要是我们俩不愿意在这里用油，因为会把房间弄得很脏，然后味道也不好，所以就是水煮的一些啊，我们都可以用它来做。如果我们想吃大餐，我们要怎么办呢？我们这个户外呢是没有抽拉燃气灶的，一般厂家都是有，为什么我们不要它呢？非常简单，就一个原因，我们不想在车里安一个煤气罐，太危险了，看着就吓人。还有一个就是抽拉燃气灶啊，即便能渗出来很多，它做饭那个油烟还是会把这个板子熏黄。所以我们最后选择霓虹国的折叠卡式炉，据说这玩意儿号称是卡式炉中的劳斯莱斯。它这么一展开，这都是岁月的痕迹啊！可见这卡式炉我们在户外已经使用过很多次了。卡式炉的方便就在于你想在哪儿用在哪儿用。这个炉子是防风设计，火焰是蓝色的，燃烧效率很高，户外很好用。了解卡式炉的应该一眼就能说出它的牌子了，我就不多介绍了。下面这个位置是一个88升的冰箱，是我们两个都很喜欢的，因为它竟然还带锁。有它上面呢是一个冷冻层，然后下面呢是一个保鲜层，它的容量很大，像我们两个吃货就是 OK 的。然后这边有一个小的微波炉，也是我们两个觉得很有必要的，用来热东西很方便。上方呢就有一个洗手台，这个水呢还是比较重的，水比较臭。还有水龙头，因为车厂安装了这个，但我们的水压又比较强，用水容易往外溅，所以我们又自己花钱买了一个延长的水龙头。这里也要说一下，车厂也只是按照我们的需求做大体的装修，像这种细节上呢，就只能我们再另外花钱了。这样呢就蛮好用的，而且洗手呢就不至于说又喷到哪都是。然后它呢还能调这个水的变化。哦，这个漏呢全都很贴心的，还买了一个小纱网，就是为了防止我们洗东西的时候有没有什么东西咵掉下去堵塞，因为灰水箱很难清理，所以这样的话就比较保险。然后再看这里，我们怎么烧热水喝水呢？我们俩就有一个这个便携式的小烧水壶，然后把它打开就是一个把，后把它拉开，接上水连上电，我们就可以用了。然后我们俩为了防污啊、防水渍啊，这里面还贴了一个小瓷砖，是我们非常喜欢的颜色，也是大家投票评选出来的灰色。然后底下呢，我们为了防脏防踢，也在那里铺了同样色系的瓷砖贴，包括我们的门外也贴了这个颜色，就会觉得整体的颜色比较和谐。下面就是韦巴斯特柴油暖风系统的一个散热口以及热风的出口，还有一个安全锤，灭火器我们也放在了这个位置。座椅的侧面也有一个热风的出口以及热水的开关。
这么一开，差不多等个5-6分钟，水就能热好。有人问我们在房车里怎么上网，要蹭网吗？我们安了一套非常完备的房车 WiFi 系统，这是一个5G 的 WiFi 模块，这是一个4G 的 WiFi 模块。我们在家里测过这个网络的速度，比如我们家正常的宽带速度是飞机，那么这个4G 的 WiFi 模块呢，差不多就是自行车和摩托车的速度。但是这个5G 的 WiFi 模块就不得了了，不得不说中国的5G 技术是真的牛，它有火箭的速度，它比家用的宽带还要快。不过价格也很离谱，5G 的话500G 流量700块钱，4G 1200G 流量只要679，而且5G 设备的价钱也是4G 设备的5倍左右。欢迎入住拳头131的房车酒店。后面这个区域呢，就是我们睡觉的地方。在外露营有一张舒服的床是多么的重要。睡觉区域呢，我们做内扩展，横向是184，我182都可以躺平。这个顶部的高也是足够的，我坐起来都不会顶到头。这里呢，我们选了一款比较好的换气扇。如果是天稍微热一点呢，我们晚上睡觉呢开这个换气扇就够了。我们也是选了一款这个手动的，这个点烟器到时候可以换成 USB 接口啊，我们手机充电就很方便了啊。这就是我们床尾灯。这里呢，我们也是配了一个隐私帘和纱帘的窗户，它同样也是保暖隔热的，玻璃特别的厚。为什么我们侧面没有安窗户，只做了一个内扩展呢？因为这样的保暖效果会更好一些。接下来来说柜子，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房车的柜子与众不同？一般房车上用的把锁啊叫工字锁，一摁它才能够打开，这样的东西呢不会掉出来。那么我们没有那个锁，我们是怎么固定这个柜子不会有东西撞出来呢？给大家演示一下。后面这些柜子我们有特意在网上花钱买了安全锁，保证旅途颠簸东西不会掉出来。这里肯定有人问，为什么不用房车专用锁？因为是真的不咋好看，这纯属个人主观判断哈，所以我们想到了别的解决方法。这个锁就和下面扣紧，这样子柜门就打不开了。啊，这样怎么拽都拽不开的，必须得使用这个磁力开关才能把这个锁打开。这个钥匙呢是磁吸的，平时吸到冰箱上就可以。带你们看看后面，这里呢是一个感应风扇，给电磁炉和微波炉散热用的。在这边呢有一个加水口，这里呢是一个外置的淋浴花洒，这个外置的花洒有冷水和热水。平时从外面回来可以冲个脚，或者是给宠物冲一下都可以，非常方便。而且我们水泵也选是最大的，所以它水压特别强。下面我们做了一个自行车架和一个梯子，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是怎么用的。平时不用的时候得用这个绑带固定着它，以防在行车过程中过于颠簸。你这么一拽，它就开了。这个是固定车梁的，固定车轮子的，可以放2辆自行车或者是1辆电动车。好。这个梯子爬上来，一方面可以看看风景，另一方面可以来擦一擦太阳能板。外面顶部呢，我们配了一个遮阳棚，上面还有2个露营灯，这里还配了插座 ，USB 3向、双向都有。外面充个电、插个火锅啊，很方便。这个遮阳棚呢，我们选了一个手动的，手动虽然比电动要费点劲儿，但是它有一个好处，就是没电了也可以用，而且它的使用寿命呢也比电动的要高。哎呀！这样把灯一开，就可以完美的露营啦。小心别夹到手啊！这款房车的底盘是2021款依维柯欧胜国6的顶配 3.0T 柴油涡轮增压发动机，8AT 手自一体变速箱，像驾驶辅助系统、定速巡航、倒车影像、车道偏离预警它都有。一开始我觉得大车可能不太好开，但是我发现这个视野确实比小车要宽阔非常多，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难开。开这台车一定要注意，尿素一定要加他们专用的，不然的话就会报警，甚至它这个国6的净化器上面会结晶，导致你在开车的过程中又报警又限速。之前网上有一些网友他们没有加专用的尿素，这个就会报警，出现了一些不愉快的问题。所以感谢他们的视频，让我们知道这辆车要加专用的尿素。不过有一点特别麻烦，就是他们家专用的尿素，普通服务站和加油站没有，得去依维柯的服务站才能买到专用的尿素。1桶是70，在网上买的话1桶55，但是运费要60、70，那就不划算了。所以我们提车的时候专门去了一趟依维柯的服务站，把尿素都换成了依维柯专用的。亲测1000公里用了4%的尿素，以及100公里油耗7.6。再来说一下大家最关心的价钱问题，落地价40万，钱都花哪了？一大部分花在了这辆空车上。我们对车的需求就是能走点烂路、轻度越野就行， 3.0T 后驱的动力就够用。我们这辆车还能加3把差速锁，这里预留了开关，加上后就是4驱了。但我们发现现在动力能带我们去想去的地方，就暂时没打算升级了。如果不买房车，只买这辆同配置的空车，我们专门去 4S 店问过，报价是25万6900，但是买了不能改房车。再强调一遍，没房车手续的私改房车，出事保险不管，年检还要都拆除，所以我们才去了正规车厂买房车。最后买车还要加购置税和车险，就40万了。打开车门就是我们的面朝大海，春暖花开小横床。这样呢，下期就带大家一起去赶海。